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 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时尚先锋耀目登场，华为 Free Clip 2+耳机，闪耀你的每一个 C 位时刻。本节目由超保护舒服到一世再也回不去的护舒宝赞助播出。一抹闪耀，报说恋爱。本节目由巴黎欧莱雅护发精油赞助播出。这泼水节吗？啊，这感觉好玩哎！我看到他在里面过得很开心，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他还挺合拍。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眼睛就没办法停止，就一直看到他。那一刻，世界是绕着他转的。他们应该是最开心的一对了。我叫小帅。小帅好，没有太把这个约会当作是一个什么信号或者是标志。当下这个氛围是轻松的，那我就轻松享受就好了。朋友聚会，朋友聚会。哎，等会儿，稍等。快上 So APP， 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 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我觉得文字就是你在抒发自己的感情最为真实的东西。面对自己，我不想逃避，我也不想去遮掩。我不会去否认我对他的好感还是在的，但是如果你不走出这一步，我不会再走了。我不抵触慢慢来，我的纠结在于我要如何把握这个分寸，既往前走又不给别人压力。关系的推进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单方面推进就有用的。我并不希望他因为我的这份勇敢，或者因为这种追求的方式影响到他。我希望的是他能喜欢的就是这个人。每个人眼里面只有另外一个人，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大概有一些错觉而已。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好好去重新审视，说我到底要是什么，或者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哇，这随手一拍都好看。哎，这一趴窝窝看不到，好可惜啊！
老婆已经在云言情绪了，你看，他像老人家在看报纸一样。写了那么多，一打，一打，陆老师写了本书跟。好担心哦，我写出来到底写了什么？这个信算是比较私密的一些内容。我要展露在大家面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羞怯的感觉出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紧张过了，不知道是因为信的内容啊，还是因为这个展现的形式啊。总之，我就是很紧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压力真的挺大的。这么沉重吗？从凳子上走到前方的时候，我有一点退缩了。我在想，我要把我的心迹表露得这么明确吗？我有点害怕。罗景芬，加油！那我开始了啊。来这里之前呢，有人和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小屋一天，人间一年。”在这里真切地度过这些天之后，我才发现，这短短10来天就已经完全是我10几。老子，你听好，好的人和对的人是两码事儿。在爱情里，先问他个千百遍你到底要什么，想清楚了就去爱吧。当然了，在这里不光遇见了一段缩影，还有对我影响特别深刻的2个人。我很明白，他们和我的情感浓度肯定没有那么的浓烈，但是在小屋里的每一次接触，真都被放大，以至于对我的影响很深很深。和第一位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是可爱的。谢谢你拒绝我时，那么掷地有声，没有给我留一点点的念想。我其实是想爱的，哪怕我没有成功。我看到你们有情侣色的衣服，这个衣服也太适配了吧！我也没想到哈，就是它也有这么一身儿。撞见你们在书房聊天，啊，不好意思，抱歉抱歉。假装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书看完了啊，你可以拿。我很想怄气，但是还是能泰然和你对话，我就知道我变了。但我还是会祝你一切都好。我很感谢能遇到你，因为从此遇到心动的人，我一定会更加厚脸皮的。
就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我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你的那张脸。他不知道我都没有勇气告诉他我有想约的人了，但是他涨红了小脸，声音细若蚊蝇，却斩钉截铁。看到你的反应，我说，这一定是个高冷的美女，非常的高冷。所以我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叫间歇性高冷。我刚才那一下竟然老脸一红。看，今天专门把指甲给剪了，很重视这个约会。希望来的男嘉宾不要让我失望。对不起，我出发太晚。结束了，回去吧，那就。谁不希望被坚定的选择？所以你错过我的约会，你也要拒绝我的再一次约会？我觉得是的。我很迷惑，我听不懂，好像我确实身体很诚实，但确实是想要跟在你旁边，然后看着你，我也想要去珍惜。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这是自作自受。我想说的是，你真的比我勇敢。我没有勇气直接说出我还有更想邀约的人，而是虚伪地躲进了自己的壳里，说我想降降温。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很烂的委婉是更好的语言艺术，却独独轻视了你的气度。我第一次约会，现在看来可以称得上是我在这里的唯一一次约会。我真的很享受和你的相处。我没有把对你的感受好好审视，却还胆敢去表达对你好感的升温，这是我的不该。
跟老骆嘛。现在两个人的关系比较微妙，通过读了信件之后，可以去解除掉这种尴尬吧。给自己的一封信，我相信这不是巧合，这一定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相遇，属于我们这11个人的相遇。骆俊帆，其实一点想写点什么给你，索性就写在这里吧。说不失落，那肯定是骗人的。我走的每一步，我都竭尽全力，每一步我都足够正。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是否能够帮你打破外面那层壳？你是否可以慢慢学会如何不那么小心翼翼，想要完美呈现的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你当然可以允许自己犯错。希望接下来的旅程，你可以放下这些包袱，好好享受当下。至于未来会怎么样，就交给未来吧。至于爱情，在小屋里的时间还有一半，一切发展都是未知。我相信我保持初心，会有人不留余力来爱我的。还是有点感动哎，是，都起鸡皮疙瘩了。夏夏真的蛮勇敢。我听到他喊我名字，然后听到那些话的时候，我有点抬不起头，因为他讲的那些东西，我真的很感动。就是我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那么一个人会坚定的把他的情感展露在你的面前。
为什么每次夏夏说话我都很想哭？就很真诚。骆俊帆刚才的信里面有一句话啊，我觉得他给自己下了一句很重的判词也好，或者是定论也好。他说自己在那一刻，我觉得没有比自己更应该被遗弃、坚定遗弃的人。重了，重了。你让他最后的一句话说：“我应该最从小屋带走的是敢爱的能力。”但是其实我听完他的信，我是有一点点忧虑的。我觉得敢爱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是一个完整的自己。相对健康的自己，所以他说带走敢爱的方法，一边说要方法的时候，一边在不断的用最厉害的词泼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没有带走敢爱的方法。我觉得他的勇敢不是去爱别人，就是他的勇敢应该勇敢的先爱自己。对。我希望骆老师这句话说的不只是嘴上说说，我这次学会了一些什么，而是真正获得了一些修复的能力。加油！加油！写这封信中间，我思考的就是，在这个小屋里面，我自己内心有过怎样的变化，那个自己有出来跟自己好好去面对或者谈话。来到这个小屋的每一天，我都感觉心情在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来说，很多很久违没有再感受到的情绪，都一个的涌回来，而且被放得很大很大。好怀念第一次约会的时候轻松的氛围，在那个集市里边，好像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是的，不是？是的，不是？哎，你懂这些梗？而且之后约会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共同点好多。你看这个，这我们吗？这是蛇啊，还戴了个帽子。你也是吧？你也是。这特别有亲切感。我觉得在音乐会里面，我们聊到不同种类的音乐都有很相同的喜好。最喜欢就是这一首。组了一个乐队 Two Shadows。哎呀！明明我们成长背景都完全不一样，但兴趣爱好、生活细节都有很高的相似性。当时真的有在期待我们可以慢慢的升温，渐渐的对期待爱情的心打开，在一个同频的状态下，一直就是度过高低起伏。但到后边感觉不对了，就是我不想给所有人很大的压力，就我也不想给小胡很大的压力。对啊，所以为什么那一刻会跟他约？昨天我就是想要约小胡，他找的我，我也找了他。那你觉得跟他相处怎样？很舒服。渐行渐远的时候，刚巧也有另外一个女生走了进来，那一刻脑子就更懵了。那个时候我自己纠结了好一阵子，到底自己在这个选择里面应该怎么去做。我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定的在爱情上边做选择是很简单的事情，也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明确。我也有思考我要不要离开澳门搬到你想去的城市，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嘛，结果总是不能预知的，才知道最
允婷好紧张。我真的是写的时候完全不紧张，因为听到大家说的话之后，主要是大家都写的太好了，每个人都是真情实感，都写得好，你们肯定也是。加油！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想，然后去写。心里面的状态其实真的是蛮累的，就是有点被掏空的感觉。就想确保说我发表的每一句话是我真心的，然后说出去是真心希望别人听到，或是更贴切我想表达的。进入小屋以来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一次超现实的体验。作为年龄最小的成员，也会担心自己不像你们那么成熟，可能会让我因此会跟大家有一定的隔阂。来到小屋后，却发现自己被如此优秀又充满动力的一群人包围着。尽管我的性格有些笨拙，话也不算多，却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我非常感激每一个人。在进入小屋之前，我固执地坚守着自己认为正确的爱情观，并且很难被感动。但跟大家相处后，发现我对自己的爱情观的理解是有限的。可能因为我成长的环境，但自从加入小屋后，我发现自己被一群勇敢的人包围着。你们不会让日常工作压倒退缩，也不会让过去的情感创伤阻止自己把心投向爱情的大海中。这让我开始质疑自己的爱情观。或许只要坦诚、真挚和完善沟通，尽管可能面临高山般的难题，仍然值得尝试踏出对爱情的第一步。我会觉得很幸运，可以在小屋里遇到一个带给我自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用他的表达风格，只是我能感觉到他自己内心的挣扎和犹豫。我希望他能不要太内耗也好，还是不要思虑过多，因为我能感觉到他自己是有压力的。我希望看到他把他内心的顾虑都说出来。好，开始啦。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独的人，独自在长沙生活了12年，谈过几段恋爱都是异地，单身时间动不动就2、3年，一个人吃饭、逛街，甚至做手术都是很平常的事儿。久而久之，我自认为生活中已经可以不需要别人了。跳，我有点自责。你是说苏永豪？为了搞清楚我的疑问，而让你面对这些问题，你是否愿意？我对你说过，你完美的有点不真实，很辛苦吧？学会把自己的感受往前放一放吧，这跟你乐于助人并不冲突。高能量的小太阳也需要休息，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同时，我还要对另外一个男生说，你说，曾经的恋爱中，你不太会把问题讲出来，持续不了多久，就单方面决定一些事情，这是你自认为的坏习惯。我交过不多，我交过3段关系，可是每一段大概在3个月的时间点就会。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改变就在悄悄发生了。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经历和成长的过程，你我都还在成长，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快慢之分。有时候，与你相处时的同频，甚至让我自己都很诧异。明明我们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这么的不一样，但相似的脑回路和习惯，让我无法忽视你的存在。那个话不多，但句句细腻有趣的你，在我眼中真的很显眼。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最拿手应该是牛肉面。那个肉是外面买的还是你自己做的？自己炖的。OK。牛不是我养的。牛不是你养的。
有时我也能感受到你的犹豫和迟疑，我也会猜测和分析，心想，啊，他可能也没有那么 care 我吧。想太多有时候真的挺累的，偶尔放过自己，让脑子休息一下吧。你的心会指引你的。以上这句话，与君共勉。其实进入小屋后，我好像更不怕失败了。我已愿意为了那个我无法忽视的存在反复努力。可我唯一的顾虑是，害怕给人压力。喜欢和爱，自然伴随着关注、在乎和期待。即便如此纠结，即便我是一个这么容易放过自己的人，但我仍然不愿意放弃对爱的想象和期待。一份彼此独立却又紧紧相依的感情，在来的路上了吗？这都挺好的记忆啊，非常好。好啦，良田真的已经挺勇敢的了，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是。他写信的对象，最后想说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写给我的。他写给我的是这么温柔，而且非常给我空间，给我时间，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情绪有点复杂吧，也有点愧疚，觉得说我回去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去再想一下，在小屋里面发生的所有事情，跟他相处的感受。他怎么也这么沉重啊？其实能够通过信看到大家的另一面，当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写出来的时候，还是让我觉得他们的情感非常真实，非常的热烈。我一下子联想到我们前天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要拉出来到现实生活中，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镜头前面，他的一些动作跟心态其实可能会走形。就我猜想，也许真的我们所有这些人，在生活中，也许未必是这个选择。
对不起。加油，加油！当我上去。是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你的寥寥数语吗？是初次见面你主动提出帮我找拖鞋时的温暖吗？哎，那里边是看过没有拖鞋是吗？你冷不冷？你先站地毯上吗？是第一次约会时我们默契的弹唱一首歌吗？哎，强势我强势吧。我自己好像也没有找到那个标准的答案，但我确信的是，进入小屋的第3天，我已经做好了要离开的最坏打算。Hello， 我看你的表情，你看我的表情怎么了？可当我听到敲门声推开房门看到的是你时，我就突然想向全世界宣告，我关注的那个女孩也转身看到了我。我在等你。真的吗？真的。哦。你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么大胆直接的方式，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好美啊！我会想，在我们这个30加半熟的年龄，还有这样炙热的男生，一往无前的男生。小侯他比起所有人，他是更真诚，去展现了爱情可以是这么的一面，然后非常非常佩服他的勇敢。喔的来了，喔的语音来了。啊？
是让你帮他念吗？不是不是，就是我们戴上耳机就可以了。其实提笔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总是心里有很多话。好棒！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并不希望他因为我的这份勇敢，或者因为这种追求的方式，影响到他。我真正的是希望的是，真心的能喜欢我这个人就好。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其实是比较直面的面对自己的，我一定能把我心里想说的话跟他说一下。这封信呢，我的开头是：你好呀，勇敢的胆小鬼咔咔。好快呀，已经在半熟小屋过了10多天了。感谢大家的真实，我才在一些问题上又和自己和解了。咔咔，你还记得吗？你当时为什么决定来到这里？你是不是告诉自己想勇敢一下，努力？
那是我真实的想法。不过其实我也明白，答案在此刻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我最终选择的还是爱自己，忠于自己的感受。这个很好。我选择等待或者放弃都是可以的。祝我在无数的选择中走向自己。我觉得他好勇敢。我觉得有的时候成年人就是这样子的，我喜欢过，我表达过，然后我现在选择潇洒的离开，也还挺飒的。我在这个小屋里深入交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就是咔咔，相当于是写了一些对她想说的话吧。转眼间半熟小屋之旅已经过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来到小屋的第一目的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突破，而突破往往伴随着挑战。第一天见面，我便经历了一次无人问津。你们都帮你解好吧？没有不，我帮你解好吧？我自己。即便至今，我仍然没有在女生主动邀约的规则下收到过邀约。我今天还能吃很多很多东西。我不能说一点挫败感没有，好在内核还算稳定。哎呀，感受到了挫败，我也尝试过改变。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一个女孩。整个小屋之旅的前一半时间呢，我几乎都是和你度过的。太阳出来了！哇塞！你活泼、开朗、善良，在跟你相处的时间里，我找到了久违的松弛感。我喜欢跟你相处，不只是因为你的样子，也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源于一次盲选的早餐，命运的齿轮从此转动。Hello。第一次约会打出的保龄球，仿佛也为我打开了一扇门。绝了，咱这是。不过我们俩都不算是勇敢的人。后来你勇敢地迈出了属于你自己的一步，主动去向喜欢的人靠近。我想我也应该向你的勇敢学习。所以在云海营地的星空下，篝火边，我也向你迈出了一步，和你一起把我们之间的心结解开。正如我俩聊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本来就很难用简单的几种类型来定义。而幸运的是，我们都很认同，在这个年龄难得遇到值得深交的好友，我很珍惜。我希望能继续用心享受在小屋里接下来的每一天，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都会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安排。哎呀，挺好，挺好。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成长。哦，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我觉得陈哥是一个很温暖、很细心的人，真诚就是能打动到我，因为他的表述让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互相的好感，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我们是能做很好的朋友的。我跟卡卡还有陈哥，我们3个都还挺像的，都会在情感里头犹犹豫豫，有很多顾虑，所以是有一点照镜子的感觉。这次来到小屋，好像给自己的生活强行按下了暂停键，让我可以停下来好好感受。哇，好会做群像啊！对，光光刚才都流眼泪了，是不是？你在哪个部分开始流泪的？一个是祝你在无数次的选择中走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生中都该面对的课题。还有一个就是你是我来这里最大的遗憾，最大遗憾是我把对你的这份好感没有处理得妥当。然后还有就是最后下的那个鞠躬。我也是在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学习到了，看到了这些哥哥姐姐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我见过最棒的恋综嘉宾了。对，就是每个人能够在大家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进行去改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而且用信件这样的一种方式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他会在一个安静的场合里面，在自己不断往回看的过程里面，去问自己一些问题，然后自己试着解答。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可贵的。对，我想问一下杜老师，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用信的方式让他们来面对自己，您觉得对他们未来也好，或者对他们当下也好，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意义特别大，书写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就它跟我们用微信发信息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拿起笔来，然后来写字的时候，其实是个思考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组织语言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直面自己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整理的过程。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自己照镜子的一个过程。我通过书写，我来整理我乱纷纷的内心，我到底在爱这个人爱什么？然后我喜欢一个人是因为什么让我喜欢上他？慢慢的知道爱的真谛是什么。爱的真谛其实就是探索。我们爱一个人只是为了探索对方，还有探索自己。那我在好几个嘉宾他们的信里面都听到了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成长。我觉得看他们说那个话的时候，我说哎呀，中国青年那么可爱，就是他呈现的一个状态，8个字，每个人都是干净、清澈、优雅又很良善。而且挺厉害的，选的11个人的底色都是碧海蓝天。对对对，都是相当的可爱。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我又在不断的审视我自己，同时我又一次审视了一下我给他的那些拒绝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必须还是得找一个机会，希望能跟他再好好聊一次。听到小侯还有大家的信的时候，就发现说大家都很勇敢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然后我反而是陷入比较一个理性跟感性的一个交错。能感觉到他的挣扎和犹豫。Hello， 你们去哪儿了？我们去拿房卡了，然后我房卡忘在餐厅了。哦，哇，这有雕栏，我喜欢这个啊！这种时候我跟你说，就适合打开你的内心，去说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我们已经打开内心半天了，你们要加入吗？因为我跟他刚刚聊完之后，发现我们几乎在较劲子。怎么了？咱就是说，这个小屋里不是一屋子胆小鬼是吗？对，胆小鬼也有不同的胆小的方式，对，不同胆小的原因。全力打听。听读信才知道卡卡喜欢老苏，我当时心就已经凉半截了。我其实当时也很想知道在他心里面的地位。你们就是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老苏像吗？你们俩觉得？如果我们不说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你某些程度上来说，这个烂好人的形象比老苏稍微好一点，都是烂好人，但是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更，我觉得表达方式吧，他可能会更直接一点，外向一点。他会直接走上前跟你说，哎，你今天怎么样，什么之类的，是吗？然后我不会，我是属于那种默默在事情里面体现，是吗？你觉得？老苏会比我外向一点点，但我其实我之前也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需要跟每一个人去社交。我有借此机会去告诉他，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俩刚才在聊我们这个星座在感情里面的一些脆弱的点或者缺点吧，算是，就是顾虑太多了，然后可能会考虑很多。我们是太敏感到，可能我倒一杯水给你，你的反应已经在我们考虑里边，很观察细节那种。对，所以其实我也有观察你嘛，就是我觉得，咱们一起看电影时那个状态更接近真实的你。是真的有在享受那种事情啊或什么的，那更接近自然生活状态下的你。但是在客厅里啊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啊，你都会比较紧绷，你需要去接梗，你需要去做造梗，你需要去大说大笑什么的，那个是属于你的社交面。就像最开始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一旦场面陷入了尴尬，你会第一个站出来去。是的。
其实你不用，有时候我真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已经到了那种，即使大家在这儿不说话，傻傻的坐着，其实也不会很尴尬。你不用所有事情都为了别人去。啊，我瘫倒了，早就想瘫倒了。哎，对啊，挺好。对，你有 get 到我？对。私人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主动问我问题，我能感受到他对我有好感。我不是一共做了2顿比较大的饭吗？是的，就是第2顿，其实就是前一天就已经计划好，那什么，可能也是正好咱俩看电影的时候聊起小龙虾。那个时候去北京，我觉得那个湖大很好吃。哎，不知道下次采购能不能买到小龙虾？如果能买的话，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然后我突然觉得，哎，给大家做个小龙虾吧，然后正好卡卡也可以吃，然后就自己提前狠狠的规划了一番。但是那顿饭我有想要表达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很窝心，因为前一天。就是你很挣扎，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源于什么。今天听大家写的信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好厉害，就是把身边所有人的事情都记得，然后我却每天可能花太多时间在自己的焦虑上。焦虑什么？比如说，我觉得压力是给自己的，就是目前是真的很快乐，很享受，因为有那种矛盾感，我不断的会很自责。这我也是想自己想好之后想告诉你。他的压力，他也没有给我解释清楚，他什么都不说，我怎么知道该怎么走呢？我连方向都没有。所以我也在整理好之后一定会找你说。你等不及了，你可以。我没有，我只是今天就有这个疑问，我就问问看。我不好问，虽然很想，但是我怂，我不敢。今天下午的这些信肯定给他冲击也挺大的。发生什么事儿突然变成这样啊？对。而且哪怕其实田儿在想要去问他到底什么样一个心态的时候，你哪怕只说3个字，是因为我现在有点不确定，给我点时间也好，或者不确定也好，他什么都没有说 ，nothing。我感觉小胡也是那种就是不认可他自己的那种人，有不配得感。他
就觉得发现啊，优秀女孩居然真的喜欢上我了，我配拥有这些吗？我感觉她其实也是感受到来自要面对现实的一个压力了，因为她这次必须要更谨慎一些，她不能，因为她不能伤害他。对，有一段他是跟梁田就说他原生家庭带给他什么问题，他知道那个痛点在哪，但是他还没有第二步。你会发现，当一个现实的亲密关系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盲目的状态，就是我靠本能追求感情，我又靠本能害怕感情，他从来没有把他的问题提升到一个理性的层面去面对它，直面它，解决它，就他缺少一个自我分析、自我照镜子，我们说的自我追问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成长环节。就到了这个成长的一个最关键点，一定是自己给自己的一次博弈，别人一切都是外力。我试图代入一下我们家小朋友的那个成长过。那我再补充一点啊，就即使建立在我刚才说的这个基础上，我觉得梁田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扮演那个拯救者。对，是，你没必要为他的这个买单。对，是。老师，那假如说像梁田碰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要做一个什么选择吗？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假如是在现实关系当中，他们应该让这个关系停一下。哦，就是梁田千万别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去做圣母。我来拯救你，这会是另外一场灾难的开始。他们应该让这个关系先停一停，就让它漂流一段时间，是比较合理的。明白，也比较健康一点。得等着小胡自己，他完成这个成长的这个环节。我们也把开放的讨论的环境交给大家，但是毕竟时间还在继续，它还不是一个已成定论的事情，所以我们让讨论发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那我们也希望小屋里的这些朋友呢，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听了今天大家的信，我觉得如果能找到那个自己也很好。